2026年，印度在共和国日阅兵式上亮出了一枚体型堪比小型卡车的巨型导弹，各大军事论坛顿时一片哗然。这枚 LR-ASHM 反舰导弹被印度官方称为航母杀手，不仅能超音速飞行，还具备1500公里的远射程，全程以10马赫的高速在天上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据说能轻松穿透宙斯盾防御系统。一时间，印度媒体纷纷高喊我们进入了超高音速俱乐部。然而兴奋劲儿还没过，西方军事观察家却给出了一句冰冷评价，这不过是一枚长得像白菜的准弹道导弹而已。更讽刺的是，就在印度高调宣传这枚国产神弹时，回顾其近年军工战绩，简直是笑话连篇。自主研发的阿卡什防空导弹，顾客拿着一看，吓得当场退货。花30年打造的阿琼坦克，没过几年就成了没人要的后备传家宝。自己造的航母，光是下水就下了3次，服役时连舰载机都没有。最离奇的是，一发自家潜艇发射的导弹，还没出港，先把自家潜艇给炸沉了。有印度媒体曾骄傲地宣称，印度军事科研实力已位居全球第2，但事实却是弹壳里塞满了俄罗斯的零件，连个像样的雷达罩都得从国外买。这枚看起来领先全球的导弹，究竟是印度制造的真正逆袭，还是又一场仅供政客自嗨的阅兵式烟花？这南亚战神背后到底藏着多少荒唐至极的乐子？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印度军工，看看它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少乐子。印度人做 PPT 的水平绝对能和他们的阅兵杂技队竞争世界第一。要知道，印度的阅兵式居然允许在电视上不打码播放。印度在2026年1月的共和国日阅兵式上，将这枚 LR-ASHM 的发射筒塞到高机动车上面拉出来巡游，就像神庙里抬着神像游街一样。在阅兵上没自爆就已经神明眷顾了。有些不了解印度的观众可能觉得不至于吧，印度好歹也是个人口第一的大国，哪能开这么大的玩笑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受害者。巴西人可是对印度人的不靠谱具有绝对的发言权。2025年7月，本是印度总理莫迪在南美加冕军售大亨的高光时刻，巴西原本计划花9亿美元向印度购买阿卡什防空系统，这钱就算砸进水里，听个响也比买印度导弹强吧。就在几个月前的印巴边境冲突中，巴基斯坦的无人机如入无人之境，地面印军的阿卡什雷达屏幕上一片雪花，导弹像醉汉一样歪歪扭扭，愣是一架都没打下来。当巴西军官在靶场亲眼目睹了这款导弹的试射后，脸色瞬间从期待变铁青。第一枚弹在靶机100米外自爆，第2枚歪歪扭扭，一头扎进沙地里，像在沙漠里挖坑。第3枚更离谱，连目标在哪个方向都没搞清楚，3连拖靶，完美错过了一架老式无人机。事后，一份详细的靶场报告砸在谈判桌上。测试数据显示，这款导弹的拦截成功率只有可怜的 34.7%， 还不及意大利同类导弹性能指标的一半。而印度代表还在辩解，说那是特殊天气影响。巴西方面直接甩出了当天的气象记录，气温28摄氏度，相对湿度 61%， 标准的地中海晴天，把印度人当场堵得无话可说。研发了30年的国产货，连空中慢速靶机都打不中。更夸张的是，这款导弹还曾在训练中击落过自家直升机，敌人没见着，先把自己人送上西天，这怎么好意思说它是最高杰作？但这还不是最狠的，巴西人不买了，可隔壁的亚美尼亚就成了冤大头。他们花 7.2 亿美元采购了阿卡什，结果发现实际拦截成功率还不到 35%， 气得亚美尼亚想退货。没想到印度人来了个出其不意，打着不买不让退的旗号，连夜把东西全塞进了亚美尼亚的仓库里，连接收单都替人代签了。想退钱是不可能的，这辈子不可能。说到底，印度的所谓军工体系就是钱没少花，冤大头没少当，一边拿着用国产零件拼凑的神器，一边拿万国造撑门面，只要拉到实战前走一圈，立马就原形毕露。如果说打不中导弹还只是技术太菜，那他们在天上给自己铸造的飞头传说，那可真是活生生的笑话大全。印度的空军被很多军事爱好者戏称为衰机之王，印度的飞行器坠毁率之高，简直可以找诺贝尔纪录申请世界之最了。几十年来，印度空军已经坠毁了上千架战斗机，平均一年能摔个10几架不带打嗝的，以至于外界有个段子，巴基斯坦空军最好的飞行员是印度空军训练出来的。但如果你以为他们只是在飞行技术上犯错，那可就太年轻了。他们的雷达技术和敌我识别系统更是个谜。
印度的自主研发雷达明明面前飞的是自家刚从船厂偷跑出来的无人机，硬要说这是敌袭，而真到了需要识别敌我时，又经常把误入的民航班机当成煤油的长征5号给打下来，敌我识别系统简直是 AI 盲猜现场。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2025年5月，在印巴边境的一次冲突中，阿卡什防空系统在扫描天空时，屏幕上一片混乱。他成功锁定的唯一目标，居然是自己返航的一架印度空军直升机，而且百发百中的把他给揍了下来。那一刻，在场的印度陆军指挥官脸上的表情，估计比在坐过山车时还要凝固。要说他们最搞笑的另类表演，还得是把俄制苏30 MKI 的路给走窄了。2026年3月，印度空军又摔了一架苏30 MKI，2名优秀的飞行员因此牺牲。这不仅是印度人心痛的时刻，更是直接被国际军迷用来反复鞭尸的素材。要知道，俄罗斯原厂的苏30 MKI 虽然不能说固若金汤，但最多只能说偶尔出点小毛病。可到了印度人手里，这摔机效率仿佛加了双倍速。印度人不仅自己摔，还让这些俄制战机用完了所有俄罗斯的人品。这也暴露出印度军工在维护、训练和抗摔性改造上的严重短板。如果战斗发生在夜里，印度人自己击落自己飞机的概率恐怕比识别出敌人来还要高。他们真是凭实力做到了一款防空系统在研发阶段就把自己战绩刷满。印度不光是要在空中丢人给大家逗乐，广阔海洋里的印度海军舞台更大，同样是最打脑壳的乐子源泉。2013年8月，在孟买港口的漆黑夜晚，一艘刚升级完从俄罗斯返航的基洛级潜艇辛杜拉克沙克号静静停在码头，突然一声爆炸震天响，紧接着整个港口都燃起了火焰。事后调查发现，竟然是因为印度海军人员在操作中搞错了步骤，误触了发射按钮，一发俱乐部反潜导弹自己从鱼雷管发射了出去，直接贯穿自家的潜艇壳体，将整艘潜艇炸得底儿朝天。印度海军也因此创造了3个后人无法企及的世界纪录：世界首个被自家反舰导弹击沉的潜艇，世界首艘被反舰导弹击沉的潜艇，以及世界首个使用潜射反舰导弹击沉自己作战舰艇的国家。潜艇那是什么地方？一个大铁罐子沉在水下，居然被自己带的导弹给炸了。最搞笑的是，仅仅这1枚导弹威力还不小，不仅当场报销了这艘价值不菲的俄罗斯造潜艇，还把驻扎在隔壁的另一艘私家潜艇也给炸伤了。一炮双响，主打一个祸不单行，这操作也算是战绩斐然。要说这款基洛级潜艇也真是倒霉，它的大多数姐妹们都好好的在各国舰队服役，唯独到了印度手里惨遭各种霉运。如今这艘艇被拖到阿拉伯海凿沉了，当人工礁石，连废铁回收都嫌寒碜。常言印度海军士兵的操作手册就好比是拿反着看的智取威虎山。2008年左右，他们还发生过把舰上反舰导弹射到自己人的鱼雷艇里的事儿。这种自相残杀与鬼打墙的技能，看起来似乎是印军的独门绝技。至于所谓的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那更是闻名世界的段子制造机。按印度的宏伟蓝景，这艘船本该在2014年就服役了，可是直到去年国庆祝贺，这艘船居然还没装好发动机，造了快20年，前前后后下水了3次。对于印度造船工业来说，一艘舰船是否下水并非代表能浮起来，而是指至少外壳造好了。有消息显示，维克兰特号在建造过程中，每一次下水都能拆出一箩筐的事故，而且整艘船号称国产，实际上材料靠进口，螺栓自德国进口，焊接工艺外包给韩国。直到2022年总算服役了，结果至今不带舰载机，等于给祖国海军造了一个只能拍游客照的主题乐园。说到主题乐园，印度的航母就算勉强能开，也是四面漏风。印度海军靠着祖传的规划，想要打造3航母战斗群，称霸亚洲。结果2026年3月宣布第3艘航母胎死腹中。根据印度国防部数据，已知投入的资金就高达200亿人民币。这钱砸进去，不仅不能出海，就连码头都占不满。看来想让这些神兵出战，印度可能还得多派几个高僧在船头杀鸡献祭才行。如果说上面都是印度自信满满的自嗨，那么他们最能成为全球笑柄的核心原因只有一点，那就是把俄罗斯军工的经典刻在心里，却始终没学到灵魂。俄罗斯作为印度最大的武器供货商，一直笑嘻嘻的给印度开灶做饭。俄罗斯军工虽然这些年也是一代不如一代，
但好歹保留了完整的设计底蕴、科研能力以及独立的总装和培训标准。但印度就不一样了，说好听点叫做拿来主义，说的不客气点，他们手里的那些技术就是各家的边角料拼凑在一起。阿卡什号称是印度的国之重器，它的原型实际上是苏联1967年服役的萨姆6导弹。印度人花了30年，只是帮萨姆6换了一个漂亮外壳，内部雷达技术源自以色列，芯片关键靠从俄罗斯进口，部分代码据称还参考了法国的旧系统，一拆开全是洋零件，这哪是印度制造，简直是印度混搭。更丢人的是，买家还发现这导弹的老旧版本射程仅有30公里，而印度自用的却是射程80公里，具备一发入魂能力的新型号，对外用阉割版坑人，自己留着高档货。再看那台号称世界最强坦克的阿琼，可别提了，1974年开始规划，2004年总算交付了，30年的研发创造了世界坦克研制实现的惊人之举。最后因为技术致命缺陷和关键零件进口受阻，大部分阿琼 MK1 型已停用封存。它使用的是德国豹1的发动机，长行程悬挂来自英国技术，连主炮都是印度人拿着外国的图自己硬搓出来的。德国 MTU 在2025年断供了阿琼坦克发动机的关键零件，印度人只能气喘吁吁的赶紧拉着本土公司自行老瓶装新醋，靠翻新旧的德国套件勉强度日。花这么多钱造了一堆80%零件依赖进口的铁棺材，动不动就趴窝，连自家陆军都嫌弃他，却必须为了面咬着牙买一批，打肿脸充胖子。其实印度军工的短板归根结底一句话，没有一个能打的系统工程文化。在美国，一款武器不管新与旧都有其严谨的迭代规矩，一个零件一个螺丝都必须按照流程图办事，6西格玛数字化模拟缺一不可。印度人玩草台班子才是最溜的，想一出是一出，缺啥就外面买，买不到的不知道咋办。比如法国阵风战机，印度人拖了尾款不付，找毛子买 S400， 说好的52亿，等到全套交付之后，剩下的那12亿尾款硬是一拖再拖，至今没给。这种生意经在占便宜和拖延债务方面遥遥领先，自家的军工产品真开战就抓瞎。看着 PPT 上那枚威风凛凛的 L2 ASHM 超音速导弹，印度人民觉得自己的大炮长腿又变长了。在屡次被西方诱导的偏见之下，印度执着地整活着最昂贵的面子工程。然而光鲜亮丽的展会参数背后，是正步走过阅兵却打不中无人机的沙地烟花，是好不容易飞上天却识别不了敌我的坠机残骸，是深水巷里自己炸自己的钢制废铁。而这枚航母杀手在后续曝光的影像中，工程师选择在空中打开顶盖发射，这是极其低阶的操作失误，很容易导致炙热喷流、高温烧毁壳体，连一个发射筒分离都搞不定，还妄图在高超音速状态下看第3艘航母。也许只有等到美军的 F-35C 和航母打击群真正出现在印度洋的那一天，或者等到自家舰队一遇到实战就因缺乏零件而动弹不得的时候，印度国防部或许才会幡然醒悟，他们和那个装神弄鬼的阅兵杂技队没什么两样，除了让外国人看乐子，到头来一个假想敌都唬不住。本期关于 L2 ASHM 导弹和印度军队的笑料就盘点到这里。各位觉得，就算印度真的把这枚导弹造出来交给士兵用，会不会没上战场就被自己精神小伙给打偏，误伤友军？自诩世界大国的印度，未来还得买多少洋垃圾填补自己的空壳军火库？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3连。咱们评论区继续，下期再见。